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呢有一个新的以色列挑战，就是大家知道啊，从今天晚上开始就会是逾越节了。这也是为什么呢？在我身后，犹太人就已经把家里任何跟孝啊、跟小麦啊有关的东西都拿来烧掉了，因为在接下来7天，他们不能够吃任何带着孝的东西，像是面啊、像是面粉啊、面包啊、披萨啊、披萨啊这些都不能吃的。所以呢，我的挑战是什么？就是跟犹太人一样，吃7天的无酵饼，或者是没有酵的东西，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我觉得应该到第2天就会开始想念面包了吧。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的挑战，然后其实这对犹太人本身来说也是很困难的。一个是因为你要7天完全不吃面包啊什么的，很难。然后另一个是其实无酵饼没有多好吃。那来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或许我第2天我就很想念面粉，然后我就吃了一个面包，然后这一集计划就结束了，也不一定啊。总之，目前的计划是这样子，就是一起吃7天的无酵。这是我逾越节前最后一餐，然后就要跟他们说1个礼拜的拜拜啦。Hello， 大家。不知不觉就已经到了逾越节的第1天了。然后呢，快速的补充，我们逾越节的晚餐呢，就是吃无酵饼嘛，然后还有吃到像是马铃薯啊，或者是饭，这些都是逾越节可以吃的。然后隔天早上我们早餐吃无酵饼配一些酱，然后晚餐的时候吃了饭，没有吃午餐，就早午餐这样。然后呢，今天早上就在教会，然后也是吃无酵饼。然后午餐呢，现在在喝鲑鱼汤这样子，然后配无酵饼，所以到目前为止呢，都活得好好的。今天是应该算是今天已经是第2天了，对。第3天的早餐，然后这个饼干呢，看起来是有发酵过，但其实不是。然后它是逾越节可以吃的。这些都是逾越节可以吃的。咖啡没有涨价，但是披萨从14变22了，因为他们逾越节用的面粉是比较贵的，所以呢，你在逾越节是可以买到披萨，可是呢是kosher 版本，就是无酵版本的。所以呢，我现在是要吃披萨，但是呢，这不是一般披萨，是无酵的披萨，所以我依旧是在我的那个以色列挑战里面没有破功哦。现在看起来有点好像在吃披萨，这个吃起来啊，跟一般的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差别耶，所以蛮好的。然后为什么脸红彤彤的呢？因为今天去看大祭司的祝福祷告，在西墙那边，我们从早上8点20一直站到现在4点多，所以脸都红了。吃点心喽，这是逾越节可以吃的饼干。特地不点面包的，因为这家不是逾越节可以吃的。很乖，这是马铃薯泥，差点吃到我妈的面，忘记了，而且我都已经给肉了。第5天，这个不kosher，所以我没有吃。我只好吃风景。你还有吃咖啡好吧？逾越节最后一个晚上，的阿拉伯餐厅。关键是这个，你看这个。我还在逾越节，所以大饼拜拜，我可以吃薯条。Hello， 大家好，这是
逾越节的最后一天，然后因为昨天临时住朋友家、Angel 姐家，所以没有带任何化妆的东西，但这也不是重点。重点就是如大家所见，那个因为今天是礼拜五，逾越节最后一天，晚上就是安息日，所以最后一天再加上安息日，就变成说这2天就成为了以色列的大周末，所以街上的店都没有关。那没有开，这样反了。那我的以色列挑战呢，就反正大家已经看到我这几个日子这几天吃的食物，然后我现在正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早上的时候吃的那个蛋饼，我不太确定蛋饼的皮春卷的皮做的嘛，那到底有没有面粉在里面？就我假设有的话，那我的以色列挑战就是在今天早上破功了。假设没有的话，就大概就算是成功，因为马上安息日就要开始了，也就是代表逾越节就结束了。所以就好吧，大家觉得我有没有已经尽力了？所以结论就是逾越节吃7天的孝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然后也是一件你要刻意去做，然后才能够达成的事情。那我的心得就是，对我来说，好像它不会是一个好像在守律法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还是有很多食物的选择，你可以吃薯条，你可以吃什么东西，但是这样子的一个选择会让你更加的有印象，说为什么这7天或者是这个节日跟其他日子不一样？因为如果都是一样的话，就好像没有特别分别为圣出来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有时候在一个现代的社会，我们会渐渐的忘记节日的由来。那对我们这个年龄可能就无所谓，但是对小朋友来讲，这种对节日的敏感度或者是看重性，其实它都是模仿大人嘛。那如果是要让孩子们可以知道说逾越节为什么对我们的祖先，或者对为什么我们很重要的话，那我觉得这任何的传统其实都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理解我们的过去。那人有了过去才知道自己的未来嘛。OK， 那就是这样子啦。不知道有没有算是顺利完成我的挑战，然后给大家看，真的全部都关门了。现在也只是因为逾越节最后一天的关系，你看真的是全部都关门，很特别的一个国家。OK， 大家拜拜。这是逾越节最后一餐，耶！这应该也是口水吧，哈哈哈。